今天这么好的天气，我决定带大家来烧炭。各种不同的炭，它有什么不一样？吃起来有没有不一样？我们等一下来试。这个好吃，烤出来好吃。这边难得有香肠为什么这个味道不一样？吃当做烤牛排这样子，可以啦。的确是最好吃的。嗨，大家好，我是 Kevin， 欢迎到火星主厨回归之旅。今天这么好的天气，我决定带大家来烧炭。我们今天摆了很多的炭在这边，反正中秋节了嘛，中秋节我想说大家通常都会买炭来烤肉。那我们今天就来讲一下说各种不同的炭它有什么不一样。虽然我不觉得大家都会用到特别贵的炭就买你适合你觉得想用的炭就好了。我们先讲这个，这是我在那种五金百货买的最便宜的，大家最常买到的炭，它敲起来的声音给大家听看。很软，非常软的炭，用手就可能可以剥断的炭，买个3、4包根本烤不了几片肉。那这个炭就是最便宜的，它便宜有它的原因。第二个常用的炭呢，就是这个压缩炭，有人说是炭金吗？有一种是方块，这种是压缩炭，它里面有个空洞，这种是6角，有些是做4角的，应该没有人做3角的，我在想。然后它敲起来声音这样，蛮有趣的，还蛮硬的，掰得断嘛？应该是掰不断。用力一点还是掰得断。它是用压缩之后，然后去用高温烧的。这种的火力，我觉得就比起这种相对的是稳定很多，然后温度也蛮高的，然后也比这个持久一点点。下来这个是椰壳炭，就是我们在美式的卖场会看到的这种椰壳炭呢，它松软的。容易就散掉，然后烧起来温度很高，就一开始起火温度很高会很快，可是它烟蛮多的，因为它需要把它粘合在一起，就它把它压缩粘合成一颗啦。然后这个很便宜，烤肉没什么不好，灰会蛮多，偶尔要清一清。所以那个美式那种烤炉底下会有一个那个积灰的那个桶子，可以拿去倒。然后再来我们讲这个是菊花炭，它烧完有一个菊花的感觉，它里面是比较松，它升起来声音是这样子。用手搞不好也可以掰开，可是要这样折断是不行的啦。用手可以掰开。菊花炭它的温度非常的稳定，这样子。然后如果是日本的茶道啊什么，他们就会点一颗在那边，看起来就很帅气，就很优雅。这边我们已经进入到高级炭的这个领域了，贵到你不知道为什么拿来烤肉的炭。今天如果是去那种菜市场买他们腌好的那个里脊肉片，拜托你就不要买这边，好不好？会让加分多少？不会加分多少，相信我不会。用这个烤就很香，好不好？用这个烤超香的。那边烤。它不会烧，比较不容易烧起来。因为他们有在吃，有没有焦嘛？要焦才是台湾的味道，好不好？这段要避掉。然后这个是台湾品牌的备长炭，很硬，非常硬的声音。这个是中国制的备长炭，我们听一下它的声音，又不太一样，大家听一下。清脆不少，比如它的硬度也很高。它这边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切面2个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然后这个是妖兽贵的日本的，就我不知道哪个疯子去买的。其实拿起来就是可以感觉到它们的重量其实就差很多。可以听看它的声音，它这个看起来好像有很多裂痕之类的，它声音也是蛮妙的，大家听听看。声音是很妙的声音，新台币的声音。然后你可以看它这个上面它的那个断面。对，所以可以看到断面那个亮度非常的诡异，好像就真的是很纯的碳的结晶，但不会很纯啊。相比之下就是有差异的，跟这种的其实是有差异的，就是新台币的味道。理论上啦，这3个备长炭就是非常难生，就是可以骂脏话的难生。如果好生程度的话，应该是这个最好生啊，因为我觉得它应该是有加一些让它助燃的东西。这个，然后再来是这个，然后再来应该是这个菊花炭这2个比起来，应该是这个好生一点点，这个难生一点点，生旁边很慢，这样子生很快。我想大家是很关心价格这件事情，从贵开始讲，大家比较想超贵的。这个1公斤我们换算了一下，1公斤大概是3000块台币，3000多块台币，要求贵。这个我们1公斤换算下来大概是600块台币，中国制的这个，对。然后这个台湾品牌的，对，我没有讲是哪一家哦。然后这个大概350块台币，菊花炭大概150块。台币，然后这个就是最便宜的30，这个3000，这个30，好吧？然后这2个大概都是60几块左右，看不同厂家、不同品牌的。那我想，如果你去美式大卖场买更便宜，所以就是有价差。如果你去高级的烧鸟店，先不论是不是台湾烧鸟店，日本烧鸟店的话，很厉害、很高级的，一个人客单价大概8000块日币的时候呢，就会出现类似这样子的。它不一定是用这种一定日本产，也可能用中国产的啦。但至少它会出现是备长炭这种东西，然后你会看到它的炭没有那么大根，小块，然后在那边
拿一个小铁盆，然后在那边加减这样子的，很珍惜的。那个炭饼的肉很贵啊，一只鸡，你看最贵的鸡大概多少钱？有没有1000块？没有啊，1公斤有1000块的鸡吗？鸡有1公斤1000块的鸡？哎，有，那个布列塔尼那边也有，对，那个臭臭的吊起来熟成的鸡，可是这个3000块，所以2只鸡可以买1公斤的碳。可是1公斤的碳可以烤好多只鸡耶，理论上对吧？太夸张哦！煮茶用这种没有什么烟的，然后就会有一个高级感。平价的碳跟这种高级人奢华碳跟我们不一样。好了，我们今天好不容易可以试试看拿这个来烤肉，吃起来有没有不一样？我们等一下来试。我靠！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夏天要在这边生炭给你们看。这个是比较厉害的火种，因为我们今天要生备长炭，所以它火种要稍微厉害一点点。我们就先用喷枪来把火种点起来，然后再来把它炭架上去烧这样子。然后反正把它先点一个面，记得小心用夹子夹。然后我们这个是菊花炭，对，我们打算一次生3种炭上去。然后这个是压缩炭，那每一种炭的那个分量我们都是称大概600克啦，没有很准啊。便宜木炭，这个是备长炭3种，这个是中国品牌的备长炭。我不确定这样生不生得起来，刚刚一直有人跟我说这样生不起来。是我们要做的是实验啊。那我们现在看它上面有冒烟，这个烟呢，其实主要是因为，我们有那个火种里面它会有一些油脂之类的东西啊，就助燃剂，让它会有烟。我们大概过15分钟吧，回来看一下说他们烧的怎么样，然后我们来测量他们的温度。摆着，干超热，快跑！20 minutes later。那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现在已经生了大概20分钟了。那这个便宜的这个木炭呢，基本上已经开始消耗掉了。便宜的炭已经开始就是快要烧没了，对，10几分钟就已经全白了。菊花炭也开始白了，表面已经也开始白了。3种备长炭现在看起来几乎没什么变白，里面有一点点变白了，这边里面有一点点白了。可是外面看摆在这边的，完全都还是没有反应的状态。这边现在已经烧起来白色的地方到700度，然后这边。备长炭这边就还没有烧起来，所以现在温度很低，大概才400多度而已，到500度，就这样子。A few moments later，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个压缩炭啊，还有便宜的木炭，便宜的木炭已经快碎光了，菊花炭都还很坚挺啊，这个也就已经快要白，它白了之后就烧得很快，等下就没了。备长炭似乎没什么进展，而且如果我不用生火菌的话，可能它点一下就会熄掉了。我们先做其他的实验，然后这个部分备长炭我用生火菌去处理它。我们来测一下它各种的温度啊，这个613度，这个是碳晶，然后椰壳炭589度，一般的便宜炭613度，还不错。菊花炭是675度，因为这台机器它本身测是辐射热，辐射热就是它散发出来的就是红外线的温度啊，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这边的温度跟这边的温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体感来说，这个还好，这也蛮烫的，菊花炭最烫，然后便宜木炭因为它量比较多，所以我觉得也可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量已经越来越少了，而且很容易碎掉。我们刚才吹的时候，在移动的时候，它都会容易爆火星。其实我们现在会架这台抽风，也是因为就它实在烟太多了。然后这个也是烟会比较多一点点，这个椰壳炭。好，那我们来煮水测试好了。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个煮水的测试，我们用一样的温度、一样的容器，然后一样的水量，都是500cc 的水，然后我们来测试不同的炭它煮的温度会有没有差？现在水温都是28度，那我们现在开始计时，刚刚已经过了30秒了。菊花炭现在过了1分钟，升到31度，一般的木炭也升到32度了，这也在32度，所以初始温度感觉不会差太多哎。这个压缩炭温度反而比较低一点。今天做的实验其实没有很科学啊。要科学的话，所有的碳的量啊什么全部都要测，可是我们没有那么办法，我没有办法测那么热的东西。2分钟了，
菊花炭升到34度，一般的炭也在34度，椰壳炭只有35度而已。哦，炭精还是一样的慢，它只有33度，不知道跟大家预期的也不一样。5分钟，现在菊花炭这边已经到了42度，一般的炭现在到44度哦，一般炭真的很热。椰壳炭温度就是比较低一点，43度而已。压缩炭42度、41度，不太一样。以我的体感来说，我觉得最热的还是菊花炭，这个其实也蛮热的，可是我没想到它加热这么慢。我们现在讲的是温度啦，温度其实它能够代表的只是一个参考值而已。你今天烤肉的话，真的很高温就很棒吗？我觉得倒不一定。现在10分钟左右，一般炭到65度，菊花炭哦直接掉了57度哎，椰壳炭哦56度了，只有56度，这个只有53度，温度真的有差，煮水的效率会有差。我们等到这个看谁先煮滚吧。那我们现在已经25分钟了，然后我们来测一下温度啦。菊花炭来到了74度，大概稳定了。一般的炭23度稳定，椰壳炭温度就低很多，椰壳炭稳定在71度，压缩炭大概也是在71度。所以两种就是合成的炭都是在71度左右，在煮了25分钟之后。所以说煮水，如果你今天要很快的煮滚的话，可能用一般的炭是 OK 的。菊花炭还不错，然后重点是菊花炭没有烟，就不会把那个底下熏得黑黑的。这其实底下有一点点被熏黑，一般炭就有一点点黑黑的，其他的都没有。所以还是会有一点点烟熏的状况啦，看不太出来，可是擦了之后就会有。然后我们可以看一般炭，其实它现在它的量整体来说已经少掉很多了，剩下这样子抖一抖就快没了。然后这个基本上没什么动到。现在烧的最耐的就是这个也有点点变细啊，它都有点变细了。然后椰壳炭敲一敲也都有变小颗。好，那我们现在来烤肉。这个是我之前切的豚肉心，豚肉心是比较瘦的肉，但其实放上去那个滋声就有差，温度差很多。用炭烤就是比较，可是这个很快啊，它后面已经开始白了，这个已经开始有一点要出水了，然后这个已经出水了，果然还是这个很快，一般的炭很快，超快，这个其实比它还要熟哦，这两个有差哦。以烤肉的火力来说，这个不错。就是告诉你们，如果说你今天要烤肉的话，拜托不要一边喝酒一边聊天，然后拿吐司不放下去，这个一般的炭绝对会让你很容易就焦了。我们今天烤的这个还是瘦的肉，我们先烤瘦的肉，等一下再烤肥的肉。哦，这个一定很深的，看这都还有深的，这个是基本上可以了，这是我喜欢的熟度。菊花炭那个我觉得比想象中容易快熟，一般炭也是干掉了。这哦，这个反而刚刚好，直接没有刚刚，所以菊花炭很快。那我们现在来烤，这个是热眼上盖。热眼上盖是一个油脂，你看比刚刚那个丰富很多啊，摆上去听声音就不太爽，你就看一下烤起来味道怎么样。哦，这真的超快的耶，瞬间，这个还在那边不知道冲三小，完全没有熟的感觉。这个也蛮快的。哦，这个好了，已经好了，瞬间。这个应该也好了，全部拿起来看看，吃起来就不能吃啊。大面这烤起来，我熟了。这外面已经很干了，可是里面感觉好像还有点生哦。里面外面还蛮平均的。然后这个就变色，蛋白质变性而已，可是基本上还是生肉啊。这个我觉得看起来还不错哎，状况好像还不错。这个跟这个搞不好最好吃。先吃菊花。没切断。你刚想用刀剑干嘛？菊花的味道。没有啊。
我觉得熟度可以，然后这是一般碳的，外面熟了，里面没有熟。我们就是用菊花当基准，可以不要吃吗？沙西米，还好肉够好，所以生的还不错。哎，这个好吃，用压缩碳精烤出来好吃。好啊，来这个香肠已经熟了，可它没什么烟呢，酷，没有啊，就一滴滴而已。这个我很怀疑它烤不烤得熟，因为它现在火力已经没了，刚刚火最大，现在火已经基本上没了。我们测一下温度，这个剩下396、94、390几，已经没什么温度了。我看一下菊花炭。菊花炭现在还是很稳，470，然后椰壳我觉得没什么测它的意义，395，这个426，所以这个反而它温度后来居上了，菊花炭全部都烤好了，然后这个我认为它是烤不熟了啦，专业烤香肠的。这个确定不会熟啦。这个确定不会熟，这个我觉得边缘。我觉得很难，我觉得这个也很难。它现在已经没有火了，这要再加碳才有办法。哦，我们这边难得有香肠哎，通常都在吃和牛，对不对？我现在吃的很少，我只要吃头就好了。是好吃的。哎，为什么这个味道？就是它腌料的味道吧。嗯，为什么这个味道？它原料好妙，有那种外省卤味的味道，八角。八角，艾必斯。味道不一样。这个好吃。这个香料味比较明显，味道不一样，你吃，味道不一样。那个甜味有出来，这个就是香料味很重，香肠味道完全不一样。证明一件事，日本人说备长炭是一种调味料是真的，因为烤出来味道真的不一样。对，如果要讲的话，真的是这样。你吃这个，老板一定是用这个碳去思考的嘛？哦，对。这是常见的阿贝就是这种。这是校正啊，校正。就吃起来就是不会啊。对。那个压缩碳精来比的话，这个味道比较甜，这个就有点感觉味道跑掉一些的。然后这个味道不知道为什么特别超浓，可能温度有到那个程度，就像我们做那个麻辣锅底酱什么的，我们都会先炒香料啊，炒完之后再浸啊，就是要让它味道释放，应该是这样子。这个是干熟过后的一板牛排 ，Mispresso 的肉，可是这是我自己买，他没有赞助我。一样就烤一块啊，当做烤牛排这样子。然后我们刚刚说这个可能已经烤不熟了，我不知道。这肉都差不多大小的，我们等下过几分钟来看一下它的中心温度。我听声音应该已经觉得差不多了啦，就是它有点开始烤熟了。看这个已经没那反应了，这个也是焦香了，外面已经有层脆壳了，超赞。然后这个是一般碳的，一般碳它现在火力已经明显不足了啦，要再加碳。然后这个，椰子炭，有人在骂我浪费肉，不行，我们要做实验，我要把实验做完，好吧？那我们现在来测它的中心温度，因为它两面都已经没那反应 OK 了。47、48，这个一般碳，因为它火力已经不持续了，20几度、29度，不到30度，哇塞！我怕它太熟了，这快要好了。哦，这个看起来外面很熟，可是它温度没有进去哦，到33。然后这个是我们觉得今天最堵然的椰子炭，36度，35。老板说我们只能吃的要到中心温度57 ，sorry 已经超过60度，69度，70，要生气了，没关系啦。好 ，rest， 这我再测一下，44，这还没好，这我可以放弃它了吗？哎，这个我觉得快要好了，还没40几度而已。菊花炭超快，你看我这些都还在烤，55度了
所以再摆下去它就会到57度，就他说他要的温度这样子。这2块这样。啊，哎，这熟度可以啦，可以啦，可以啦。看起来漂亮的。好，你看这是完全生的，我手快熟了。这个啊偏生，菊花炭超级快，这个都是生的，这个再 rest 一下可能可以，菊花炭太快了，就是生熟度差很多。这个是我们刚刚用菊花炭烤的，就是看，很有弹性，汁水都还在。那这个是用那个压缩炭精烤的，明显的没有烤透，虽然外面梅纳的很厉害了，没有烤进去。那这个我不打算吃，因为它绝对没有烤熟。然后这个椰子炭的算了，我也不想再用它烤，就是绝对没办法吃了。所以他们烤出来的效率差非常非常多，每一个烤出来的效率都不一样。所以现在它是因为火力已经不够了，你要一直加炭才可以。那这个菊花跟这个压缩炭，它现在温度都还算是稳定的，而且尤其是菊花稳定的很热，而且它透进去的很快，不射热啊，透进去肉里面的有红外线，让它里面都可以很快就烤熟，那外面又不会过焦，那这个外面都已经焦了，都已经脆脆了，可是里面还没有熟，所以它那个颜色渐层的很严重，就有一点点可惜啊，因为它烤的方式不一样。当然我这个可以慢慢烤，然后让它就是也透到里面去，然后充分的让它 rest。让温度可以进去也是可以的，可是我们刚刚测就是到55度、56度，可是还不够，就还不够，所以它效率差非常非常多。那我们今天已经测了4种炭，然后就是贵的到便宜的，然后都有测。那这4种炭呢，我们就是烤起来都差蛮多，然后刚刚测出来温度其实也都差很多，所以大家可以自己考量啊。其实便宜的炭也没有不好，生火的时候烟比较大，然后消耗很快。我们今天觉得最没有价值应该就是那个椰壳炭，它就是便宜啊，有好生吗？也还好，离烟也大，然后就是各种我觉得不行，可是它取得方便。在台湾也还好，台湾木炭也蛮好取的。然后我觉得压缩炭很不错，压缩炭的后劲很好，然后大家 CP 值也算高的。再来就是菊花炭，目前觉得它的火力真的是会透到里面，透到肉里面去，不管是香肠烤起来，或是烤肉片烤起来，或者牛排烤起来，它的确是最好吃的。我觉得菊花炭又好生，然后又烤起来又最好，可是它是最贵，在我们今天的这4种炭里面，它是最贵。下一集我们会来讲备长炭跟菊花炭。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欢迎到底下留言啊，也欢迎加我们赖社群，赖社群里面有很多有趣的人可以回答你各种有趣的问题，包括烤肉的问题。如果你喜欢影片的话呢，请帮我按订阅、分享、按赞、抖内，欢迎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让我可以再去买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来测给大家看。那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这集真的太热了。